些真是废物，连件衣裳都洗不干净，屋里的狗都比你强。让你偷懒，我打死你！还敢装可怜？今日非叫你扒层皮不可！嬷嬷，你今日若是打死了我，你要怎么向老夫人交代？长公子，父兄，今绪知错，求您垂怜。长公子万金之躯，莫让这晦气东西脏了眼，还不赶紧给我起来！贱货，还敢使这狐媚手段！长公子是佛前修行之人，岂能容你在这？兄父的妃子，何时有奴才立位？去刑房领20万。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快去领啊！老奴知罪，谢公子责罚，老奴这就去。红药，姑娘，帮我。奴婢这就给姑娘上药。不，我让你帮我把这伤弄得越惨越好。姑娘，你这是何苦呢？苦，比起被人活活勒死的屈辱，这算什么？未死的那一刻，我才知悉梁山为谁是己，自称真心是己，不安分守己，为爱一人，却莫名成了人人唾弃的恶毒女人。佛君新婚夜晚复辟，3年后死去是己，最终邪魔归一，为我的事不救他的圆满家业。笑话！凭什么我就要任人贱，成为他人的垫脚石？姑娘，你这是何苦呢？若非逼不得已，我又怎愿自杀？老天既然给我机会重活一次，那这次我一定要把握机会，用容见血。谁让你是这画板里唯一不能人不惑的清乐佛子？是这4居中唯一生气，在入玄州担任贵家前，必须让他领我，拜我，非我不可。
进。今日多谢父兄出手解围，今须别无长物，唯有这些粗陋点心。分内之事，于父兄而言是分内之事，于阿旭而言乃是救命之恩。父兄请恕罪，阿旭只是想表达谢意。请来，自己擦。白日里，我只当是寻常训诫，损伤了这么重。坐下。手。父兄，疼。够了。父兄，阿旭听闻明日你要去燃灯寺。亡父生前最大的心愿便是去燃灯寺祈福。阿旭想替他了却此愿，父兄，可否与我一同前往？臣使府门过时不候。多谢父兄成全。前世此事，荣建许必是在前往燃灯寺的宣道上遇刺，这次那一剑将会成我刺穿他心房的利器。是。是。就是此刻，
计。裴氏，父兄，你无爱便好。即刻去燃灯寺，快！是。你的付出伤了我的心，我每每次付出，裴氏，都会想起我。父兄，我们这是在哪儿？燃灯寺。你昏睡了1日1夜。1日1夜。那些刺客都已处理干净。你运气很好，那剑锋若偏半寸，便会伤及筋骨。现下只是皮肉之苦。苦肉计自是要计算的恰到好处，否则那便是送死。那一剑，我本可完全避开，你为何不躲，反而硬伤？或许我该问，裴氏，你赌上这恰到好处的一剑，到底所图为何？你果然起了疑心，可荣剑雪历史往往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。你若不急，又怎会陷入我编织的网？父兄既已起疑，阿旭并不再多问。这一剑，阿旭确实是死血。夫君去后，阿旭每日便痛不欲生，心如刀割。你是他最敬重的兄长，若您再有闪失，我这具身子，我这条性命，早就该随他而去。若能换父兄平安，这剑便是阿旭的解脱。荒谬！你若有事，我无法向玄州交代。荣剑雪，你的心，父兄，你怎么在此？伤势未愈，何必强求？为亡父祈福，怎是强求？就像那日挡剑，阿旭亦是心甘情愿。幸于佩金须，愿折寿10年，换我夫君早日动其乐。他待玄州竟情生至此，往事不可追。玄州若在天有灵，我愿你平安康健。血祭风咒，早些回去。梦中情，最重要
剑雪，你对我感觉到亏欠。当让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感觉到亏欠的时候，就是心动的开始。长公子，长公子，怎么回事？我没想到冬日里竟然会有雷雪。夫君走的那夜也是这样的进来。松开！长公子，我怕。他因玄状而未雷，又因我而受伤，我记得。公子，公子，你可歇息了。公子，京中急报，请你即刻过目。约分已深，明日再议。奇怪，公子素来勤政，从不让消息过夜。方才那声响分明是从二娘子房内传出。长公子，若是被发现，荒谬！公子乃当世君子，持身守野，岂会深入这种属下明日再来。是阿旭失态了，长公子请回吧。明日回府，好生静养。权宜之计，岂是权宜之计？姑娘，您这身子怎么瞧着更虚了？前几日去寺里祈福，怎么偏不让奴婢跟着？无妨。荣见雪生性多疑，你若跟着，我如何答得不得？哟，这不是我们荣府的二娘子吗？我说近几日府里找不到人，原来是出府浪荡，还不是勾引男人。你胡说八道！我家姑娘明明是去燃灯寺为二公子祈福了。祈福？就他？平时往日让你给荣家列祖列宗磕个头都不肯，如今倒发起前程剩女了。我看呐，是耐不住空闺寂寞，故意利用佛堂清净之地，找男人快活了吧？你胡说八道！我家姑娘明明是……嬷嬷慎言，佛门禁忌，岂容污蔑？污蔑！我瞧你这副浪荡样，才是污了荣府的门楣。老夫人已经被气得病倒了，还不赶紧去祠堂跪下！什么时候老夫人身子利索了？什么时候再给我起来？闹，胡闹怎么能惊动咱们这位佛子？我倒是很想知道，如今在他心里，我这个弟媳有几分重要？问这外头都是便宜了你，冲撞了列祖列宗，你这丧门星担得起？上次那20把账，老婆子我可都记着呢，咱们慢慢算。嬷嬷，求您开开恩！天气如此寒冷，我家姑娘身上还有伤，再跪下去，真的要出人命了！嘿，见人见面，哪这么容易死？少给
今日府中可安宁？方才经过祠堂，看见王嬷嬷带着二娘子正在院中罚跪。多久了？约莫1个时辰。风雷已至，今日的雪怕是更大了。他剑伤未愈，岂能？去祠堂。连老天爷都看不过去，想冻死你个晦气鬼！晦气的是你。若有来生，不必相认，不必恋我，不必动心。可这一生，偏偏相逢，你在浮天，我在红尘。我一生换你瞬，换你逝去，换你沉沦。若你回头，便是深渊。谁给你的狗胆？长公子明鉴，是二娘子不守妇道，所言未归，惹怒了老夫人。老奴只是奉命行事啊。他随我在寺中为玄州祈福，何来不守妇道？刁奴欺主，贪污主母，杖毙！长公子3番2次维护着贱妇，莫非针对弟媳存了苟且？张嘴，拖下去！长公子饶命啊！公子竟为他破了杀戒，嬷嬷临死之言，难道？不要！不要！学长，不要丢下我！荒唐！她是二弟之妻啊！长公子怎么像是落荒而逃？姑娘，你醒了！今儿多亏了长公子，若不是他的话，姑娘您就受大罪了。长公子真是菩萨心肠。不，学长，他碰我时指尖滚烫，抽手时惊慌失措，这哪是慈悲，分明是动妄啊！男人，二娘子，宰相府沈家遣人送来请帖。姑娘，姑娘别去，这分明是鸿门宴。不，必须去。前世此业唯我一身，今生我要做执起之，逆风翻盘。这沈小姐真是貌若天仙呀，越发漂亮了。今日能得到太傅大人亲临，这满京城，怕是也只有沈小姐有此颜面了。张大人说笑了，千雪哥哥不过是看在家父薄面罢了。裴氏，贺沈小姐方辰。果然是药香鞘，一身笑啊！他竟来了。
蓉儿娘子，你尚在丧期，怎可出入喜宴？怕不是空闺寂寞，出来寻倚靠吧？只可惜呀，这头顶上顶着丧夫的名号，谁敢沾着晦气？玄州侍卫万岁，他重伤未愈，一声告诉，是存心要搅乱这场宴席。既来了，便是客。二娘子且去席莫歇着，莫扰了诸位雅兴。谢沈小姐。小姐吩咐娘子引进死酒，便告知荣二公子消息。哎呀，这是不要脸！我没有，这么哎呀，这下哎呀，真的就是，真是丢人。是昨日前世命此酒给我娘子，今生便以此酒补我青云韵。好晕，头好晕，好热。想必二娘子是不胜酒力，你们还不快扶她去厢房歇息？是。等你彻底脏了烂了，看你这张脸如何勾人。前世此时，你在此处，荣见雪会读你心术。小姐，你们先聊。小姐，人跑了，跑了？废物，两个人都看不住一个重要的女人。我们也不知道他哪来的力气。没用的东西！果然。救命！没事，你放肆！皇上，好难受。重压之中，为何刚好遇到我？是巧合，还是苏手？我让江蕙。不要，继续不要骗人，只要陈公子。千雪哥哥，他怀里是裴精血，不可能！不可能啊！定是我看错了。千雪哥哥乃是佛性修行之人，是人人称颂的佛子，亦是当朝礼法的典范。他连我的嗜好都避如蛇蝎的，他怎会？那贱人定还藏在府中，给我找！掘地3尺，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！是。
好难受，玄州哥哥，不要跑下去，好难受。他们说我克夫，说是我克死了你。沈小姐说有你的消息，阿旭才来的。阿旭不是不知廉耻，玄州哥哥，他竟然是为了玄州才涉险。我方才在宴上那么送他。下去。玄州哥哥，浮生的人，多少他情不平，唯有才知。扶住一死，荣建勋，你的清规戒律还能守得住？好疼！看清你是答应的微信，看不记的触碰你当阳，破碎了宿命。我是流云的情意，公子到了。风过后，云散才会有天际。父兄，阿旭方才定是鬼迷的心窍，求你忘了这荒唐事。荒唐，当真是荒唐。公子，二娘子她怎么慌慌张张的？玄州哥哥，你不乖。我与玄州像吗？眉眼是有点像。闭嘴！二娘子，老夫人有请。有劳嬷嬷带路。来的正好。跪下！正合我意。儿媳不知做错了什么。你害死王嬷嬷才行，又去沈家婚宴丢人现眼，毁了荣家的脸面，被你丢尽了。侯母明鉴，王嬷嬷的事情实属意外，至于沈家家业，还敢狡辩！我看你这存心败坏我荣家的门风！儿媳要如何做，王母才能相信儿媳？罢了，替你年少守寡不易。你若真想表忠心，便把嫁妆都给交出来。果然，前世强取，今生豪夺，终究是盯着我裴家产业。
这时，我要让你们把吞下去原本丹炉都吐出。儿媳怎敢劳烦婆母？或许儿媳可以试着学习打理。就你这大字不识一个的蠢妇，也配学看账？求婆母给儿媳一个机会，一月为期。若儿媳没有学会记账看账，那儿媳自愿将所有嫁妆全数奉上。哦，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但倘若儿媳侥幸学会，可否请婆母将之前代为保管的嫁妆悉数奉还？先不说你这蠢妇如何学会，如果你学会了，我不但归还你的嫁妆，便是这荣府的掌家之权，我也一并交给你。婆母，这赌注太大了。立字诀，现在就来。是。二夫人。下去吧。夫人，那这赌约可算？就他那个蠢笨的样子，便是给他30年，他也学不会。姑娘，若老夫人知道你5岁便能双手盘账，10岁就能帮老爷打理铺面，估计肠子都要悔青了。前世我从风隐任人欺凌，没想到今世竟成了我破局的关键。请你问子，任剑雪跟你入局。说，公子，二娘子在门外已经等了半个时辰了。夜深路重，她为何不早报？公子抄经时不喜打扰，属下不敢。请他进来。这次又要些什么？不只是道谢，阿旭想请父兄出手相助。讲。婆母逼我立约，1月内若我没有学会看账记账，那我名下所有嫁妆田产便尽数归她。明日我不可，若父兄替阿旭求情，那婆母定会更加怒我怨我。阿旭不愿父兄为难。那你待如何？阿旭想找一位可靠之人，教我记账。公子，您精通术数，区记账。你是想我要父兄帮我寻一位可靠的账房先生。
父兄迟迟不语，可是觉得阿旭愚笨，不愿相助。明日辰时，自会有账房先生前来。多谢父兄。这是阿旭亲自做的点心，还望父兄莫要嫌弃。江侍卫，这另一份是给你的。属下也要，多谢二娘子。父兄若没有其他吩咐，那阿旭先行告退了。吃吧。公子，二娘子这手艺真是绝了，好吃。要我说，二娘子手艺这么好，心肠能坏到哪去啊？公子，你要是不用，便赏给属下吧。来，去请。公子竟然攒得这般小气啊！天逆俗物，徒乱心神。紧着的弧线，偷偷裁剪一场缱绻，故意洗礼蔓延，初见你仿佛在昨天，只相遇无恋，既是心意，岂可辜负？香满泛起五彩依恋。岂有此理！那个小贱人竟敢去长见血！哎呀，长公子心善，兴许是二娘子苦苦哀求，所以，一个账房先生罢了。教什么？不是教啊！是，老奴明白，定让二娘子学得明明白白。见过先生。二娘子想学看账，学生愚钝，劳烦先生赐教。那便从此书学起。女剑。长公子特意交代，二娘子品行有亏，需先明妇德，再学技艺。父兄他真这般说我？哎呀，二娘子若不信，学生愿学。错了！伸手！接着写。字迹不工整，伸手！又错了！伸手！落手！起！
我们何须隐忍？姑娘，我这就去找长公子。不行，现在筹码还太少，要等于彻底将尔吞下，才能一击毙命。不给你看，姑娘，哎呀，追上我就给你看，姑娘，失礼了，父兄。此时你该在学杖。准你走了。回长公子，姑娘手。今日的课业我已经学完了。那看来，那位先生果然是教导有方。先生才华出众，自是教得极好。既如此，那我便考你几句。滚存作何解？拆借呢？这个我知道，是借钱的意思。谁借？借给谁？利几分？契何在？好一个教的极好，连入门之术都不懂，竟还有闲心玩闹。我果然不该对你抱有期望。还是说，你以为屡次使这苦肉计，我便会心软？裴金雪，你未免太高看自己了。父兄若要羞辱，直言便是。拷问学业，拆穿你心机便是羞辱。裴氏，你何时学会这般颠倒黑白了？是，父兄说的都对，你说什么便是什么。自此之后，不必再为金絮费心。你的这般厚爱，我承担不起。裴金旭，二娘子，你的课业。飞硕第一，这是羽箭。荣建勋，你纵然看穿我的计谋又如何？既然动了心，那便已是死局。父兄若想羞辱，直言便是。查，我要知道是谁借我的名义行此龌龊之事。是。荣建轩，你口口声声说他工于心计，却连这般明显有委屈都不曾察觉。姑娘当真料事如神，可您怎知长公子定会路过长廊？他每逢休沐，辰时3刻，必会前往祠堂静心，而那条长廊是他的必经之路。只要了解了他的习惯，也就掌握了所谓的巧合。可长公子方才那眼神，怕什么？我要的就是他的雷霆之怒。姑娘难道？唯有让猛兽心绪大乱，方能亮出他的软肋，让他自陷罗网。跪！大人，这是何意啊？听闻先生教起女妾时，格外偏爱此物，
江慧，让先生领教一下何为教诲。是，公子。大人饶命！饶命！继续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听闻先生教起女戒时，就是这样对裴氏的。是二娘子愚蠢。谁允许你动我荣家之人？是老夫人。她说二娘子不敬不孝，只配修习女德。我请你来，是教她历史之能，不是让你以三从四德出没。既然你这么推崇女德，那你便亲自领略一番。江慧，属下在。取女戒，女轮语来，亲自看着，让她各抄100遍，一字不差，一字不漏。大人，这手如何能抄啊？抄不了，那便死。带走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！见过母亲。哎呦，你还知道我是你的母亲啊？这王嬷嬷跟了我40年，你说杖毙就杖毙，你眼里可还有我这个母亲？正因她是母亲心腹，更该以身作则，欺主背德。行了，你若肯认错，母亲便既往不咎了。母亲误会了，您纵容家奴作恶，又图谋裴氏嫁妆，该认错的是你。你疯了吗？为了一个外人，伦理纲常都不顾了？裴氏并非外人，她是玄州之妻，荣家之媳。如今我掌家李氏，若纵容此等龌龊，那荣家100年清誉何存？荣建雪，你想让我给那贱人低头，除非我死了。长公子，老夫人年事已高，可经不住您这么气她呀。儿子不敢。若母亲执意不向裴氏赔罪，那儿子便只能秉公处理了。滚！你给我滚！儿子告退。你滚！你个逆子！夫人息怒，老夫人以老奴之见，不如设个家宴。席间你说2句软话，这面子上这事儿不就不了了之了？姑娘，张正的老贼死了，长公子为了您跟老夫人撕破脸了。可是姑娘，老夫人今夜又设鸿门宴，您当真要去？我若不去，这出家风肃然的大戏该如何收场？他也在此，是为了正常，还是为护我？儿媳来迟，请婆母父兄恕罪。哎，阿旭来了，快坐。今儿这香新鲜，尝尝。怎么不合胃口？他手上未愈，不便薄客。玄州若在，亦会如此。是，建雪最重规矩，一切不过是因为玄州。荣建雪，你这般小心翼翼的找我，是怕人看出端倪，
还是在骗我自己？以往都是婆母糊涂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可是你也实在不该任性，去拿沈家喜宴，平白惹来诸多的非议。母亲，他去沈府时，婆母教训的是，阿萱确实行为欠妥，思虑不周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今后要谨守本分，安分守己，我自不会亏待。吃饭吃饭。儿媳吃好了，先行告退。去吧。儿子也告退了。我以结婚一年以上为证，独你心恋若情世间佛影难断，那便让我坠入你这一切。手还好吗？永不生与父兄无关。既无关，方才为何不解释？解释，婆母会信吗？恐怕在婆母心中早就给我定罪，我又何须解释？些许无名，我担着便是，不想累积。累积，累积谁？一步都踩在身外。回答我。父兄，裴景雪，向我道歉。什么？谁准你替我考量？你凭何替我考量？是，我凭什么为你考量？我不过一个会稽之人，而你是云端浩人，我凭什么为你考量？是我介入。裴景雪，没有人需要你牺牲名节来成全，你最珍贵的是你自己。道歉。对不起。我便独自走到血尽灯焚。可好些？父兄是在向我求和。裴景雪，我们和好。替你放这一回，万劫不悔。这般重金，姑娘究竟要选怎样的先生？自然是要选一位眼见登峰造极。您是要和若长公子他儿已备好，只待愿者上钩。公子，这账本您都看3日了，当初叫到太子殿下也未见您这般字斟句酌。他毫无根基，自然需更细致。真是疯了！
公子，你快看，二娘子好像在等人啊。今日你为何在此？风大，父兄政务劳顿，快请回院歇息吧，妾身再等等就好。你在等谁？新请的账房先生啊，我们说好了，今日来府上授课，看时辰，应是快到了。父兄，怎么了？不是。二娘子，你说你何必舍近求远呢？荣建勋，今夜你会自投罗网吗？公子，晚膳多少用些吧。公子，您是没瞧见二娘子新请的账房先生凶神恶煞的，那声音隔着2重院子都听得到。唉，可怜二娘子哪能受得起这般粗磨呀？他自责前路，是好是歹，与人无尤。江侍卫，父兄可曾安歇？何事？得，公子不吃，这是等着人来送点心啊。先生今日所教，艰深晦涩，且自制愚钝，未能领悟，故来请教父兄。若不得空，妾这便打开。多谢父兄。这里。你千挑万选，就择了这么一位良师，不受根基，吃功偏锋，是教你还是害你？机决艰难，当初何必舍近求远？罢了，我拟章程，令他以此教授。父兄，帮帮阿许。如今除了父兄，阿许不知还能倚仗谁了。辞了他，我来教。姑娘，这拜师礼是否略显简薄了？礼不在贵，而在于心。哟，荣二娘子真是好贤妻，夫君尸骨未寒，就忙着编红绳系相思了，也不知道是送给哪个见不得光的野男人。哼，怎么心虚了？这般粗鄙之物也配送人？怕是连我府里最低等的下人都不屑要。松开！哼，我偏不松，你待我如何呢？你可知那日宴席，我重药之后，是谁抱我入怀？待我离开了，定是你不知廉耻，勾搭了谁？是你最仰慕，却连衣角都碰不到。见血歌。
可我入可你为何非要毁我心？如我清白，这红绳只不过是我嫉妒爱死的念想。你少在这里装模作样，你这些下作手段骗得了旁人，骗不了我。你分明就是……沈小姐，看来禁足半月，并未让你学会什么叫分寸。难怪近日不见沈从月踪影，原来在暗中已替我惩戒。千雪哥哥，你莫要再被他楚楚可怜的模样给骗了。他装可怜博同情，处处算计，他就是为了引诱你，他是在利用你的君子之心呢。江慧，沈小姐，说你再污蔑朝廷命官，诋毁荣家女眷，卑职可以依法处置，送你去衙门好好说道说道。沈小姐，请您慎言，我裴金氏与太傅大人之间清清白白，从未有半分私情，从前未有，今后更不可能。回府。沈小姐，记住今日，若有下次，绝不轻饶。千雪哥哥，千雪哥哥，姑娘。我，裴京旭，你个贱人！建雪哥哥不过是念着柔仙咒才护着你，但你撕破你这假面，定要你永世不得超生！方才在沈从月面前，你倒是急于撇清。积蓄一生污名，父兄不该与我有牵扯，会来您的清誉。我何时在意过旁人？那父兄是在怪我没有据理力争，承认与您关系匪浅。这红绳原本是送给父兄的拜师礼，那日父兄佛旨因我而散，我便想着给你换条手绳。佛家4大皆空，太过冷清。这貔貅乃是神兽，唯愿父兄喜乐顺遂。沈小姐说，这等粗陋之物不会有人喜欢。此物是给我的。只不过如今它脏了，配不上。带上。喜欢。什么？荣建勋，当你甘愿戴上我精心为你编织的镣铐，你便已无处可逃。父兄学问深如瀚海，竟也需要看这样的入门之物。温故而知新。是呢，温故方能知新。你这孩子，来便来了，何须如此破费？这是伯母，你是荣家主母，月儿自然不敢怠慢。
伯母啊，容光焕发，瞧着比月儿还显年轻呢。别人看来，当我们是姐妹呢。就你这小嘴甜，如此品貌性情，家世才学，与我们见雪，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陈嬷嬷，快去把大公子请过来。是，伯母，您进来可好啊？好，娘母惯了。儿媳给婆母请安。伯母说了这会子话，月儿嗓子都干了，有些口渴了。你这个没眼力见的下作东西，没听见沈小姐口渴了吗？还不滚过来奉茶？是婆母。伯母啊，如果伯母无聊的话，月儿就常过来陪你。好，哎呀，以后要常来常往才好啊。一会儿见雪来了，你们俩好好聊一聊。婆母请用茶。沈小姐请用茶。什么茶？一股子涩味，定是沾了你的晦气。裴氏，你真是蠢笨如猪，连杯茶都沏不喝，你是存心丢我荣府的脸面吗？老夫人，长公子说了，公务繁忙。既然见雪哥哥公务繁忙，那就烦请二娘子亲自去请吧。毕竟见雪哥哥看在荣二公子的面上，待你总有几分不同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有道理。裴氏，你去书房便是跪求，今日也要把见雪请过来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儿媳遵命。我跟你说呀，见雪最是讨厌在办公的时候被人打扰。之前一个不懂事，贸然求见，立刻被革职了。我看着丧门星啊，今日必定自取其辱。我们就等着他哭着滚回来吧。不忘我上次故意在沈从月面前提起他相互之事，今日这蠢货果然按耐不住自投罗网，自取其辱。那就看看自取其辱究竟是谁。见过父兄。你迟到了。他所谓的公务繁忙，在等我授课。婆母唤我去正堂侍奉，沈小姐来访，婆母命我请父兄过去。他让你侍奉，你便去；他命你来请，你便来。裴景雪，在你心里，他人之事比你自己还要重要。还是说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把我推给别人？裴景雪，你想让我去见他吗？自是想的，不然婆母定会苛责于我。好一个自是想的，那我便如你所愿。荣见喜，你越是稍后为我撑腰许，才会不留余地。母亲，见雪来了，快坐。裴氏，不要以为你请动了见雪就是你的本事。他平日最厌烦后宅琐事，今日破例前来，定是为了月儿。见雪，母亲说的可对。沈小姐今日登门，可是向裴氏致歉的。我给他道歉？
都是女儿家的小误会。哎呀，沈小姐金尊玉贵的，怎么能给这下贱胚子挡气？申前宴设计下毒，先会裴氏清白，荣府门前公然污蔑，损其名节，桩桩件件证据确凿。母亲，您告诉我，哪一件是小误会？我何曾设计过他？沈小姐是要让我照来那日经手的侍女仆人，乃至搜检你府上相关之物，前来当面对质吗？嗨，你看我这记性，这沈小姐方才一来，便已经道过歉了。是啊，千雪哥哥，月儿知错了，方才已经向二娘子赔过不是了。二娘子，你说是吗？裴氏，裴氏，还不快说！时机到了。是。沈小姐并没向我道歉，方才还命我奉茶，又破茶，说我晦气，折辱于我。哼，信口雌黄，敢在这里胡说八道！母亲，晋升。千雪哥哥，你怎能只听他的一面之词？我堂堂相府千金，怎会……裴氏所言便是真相。沈从远，3息之内敬茶道歉。千雪哥哥，你要为了他与我相府为敌吗？3，父兄，要不还是算了。2，若我父亲知道的话，1。我道歉还不行吗？裴二娘子，是我不对，请你原谅。沈小姐的茶，只是回味无穷。裴景雪，今日之辱，我必报。哎，沈小姐，荣建雪，你费了这个丧门心得罪相府，你的仕途不要了吗？我荣建雪的仕途，从不许靠联姻维系。母亲，您若再纵容外人，欺辱荣家府，那儿子不介意与您同跪祠堂，共受家法。你混账！荣建雪，你护的究竟是荣家府，还是裴景玉这个贱妇？母亲慎言，裴氏乃二弟之妻。你疯了，全都疯了！他哪里是疯了？分明是情动而不自知。荣先生，荣先生，沈千帆，他不是应该在江南巡查吗？这位是姐，配为双头相提并论，死！其实，太子沈千帆对白叔一见倾心，会替他扫除正屡次勾结，最终将我逼至死地。最擅长的就是笑着把人推入地狱。青州之心，裴氏，不知父兄有客到访，阿婿先行告退。不必。不知沈公子今日前来，所为何事？今日在下恰巧途经附近，
想借久违拜会先生，特来问候。既无要事，首某公务繁忙，恕不远送。实在下唐突了，告辞。进来。是父兄。沈切芳提前现身，那么荣玄州和盘叔同归也可能提前。时间不多了，荣建勋，我必须尽快让你彻底离去，再无回头之日。今日便到此吧。父兄说的深入浅出，阿旭一听就懂，心里真是欢喜极了。你天资聪颖，超越常人，不必妄自菲薄。是，先生。父兄不喜阿旭这般唤你吗？不是。那日后教学时，阿旭便都唤您先生，可好？随你。怎么了？没事。方才不小心扯到之前肩膀上的旧伤，有点疼。闪灯寺后山有温泉，活络化瘀，与你伤势有益。今夜我带你过去。岂敢再劳烦父兄，我自己听话。那就有劳父兄了。红英，去取我那件月影纱来。是，姑娘。等一下，记住我交代你的话，时机、火候，一分都差不得。姑娘放心，奴婢明白。荣建勋，今夜我便做那焚你之身的业火，燃尽你所有的理智与戒律情规，让你心甘情愿，永断我之魂志。基于寺中长生术，最高处，又陪侍京绪安康顺遂。公子，这是您为二娘。小公子不好了，姑娘她不见了。何时发现的？可仔细寻过？奴婢都找遍了。燃灯寺地偏人稀，姑娘身上还有伤，若是……立刻召集所有人，以厢房为中心，向外搜寻，一寸土地也不许漏过。是。背负我这一生的流光，不乱不慌，不悲不伤，竟然洪荒，没有你的目光。
只剩下枯藤。经受我这一生的风霜，不争不是不好。荣建勋，你睁开双眼，我就不信你两眼空空，再美的还是不见。救命啊！克己复礼的君子，原来也会能以自欺。福兄，福兄，出了何事？好久了，脚抽筋了，自己能出来吗？动不了，好痛。冒犯了。没事吧？长公子，别动，痒。长公子，对不起，把你都弄湿了。夜深了，我们先回去。回去？好戏才刚刚开场，怎么能让你轻易抽身？荣建勋，今夜你在劫难逃。长公子，侍郎，你脚受伤了，会惊动野兽。这拙劣的借口，你信吗？长公子，阿虚怕。莫怕，将会解决。长公子，解决了吗？长公子，安全了，我送你回去。长公子，谢谢你，有你真好。杯冰水，沐浴。公子，这寒冬腊月的要沐浴，应该用热水才是啊。速去。是。长公子，别动了，痒。长公子，公子，这都半个时辰了，怕是要泡秃噜皮了。公子的心火什么时候这么大？闭嘴！姑娘，快喝吧，驱寒的。奴婢还以为姑娘今夜不会回来了呢。要将佛子拉下神坛，岂是易事？他心已乱，注定无处可逃。将衣服给父兄送去，我再给他添把火。是，姑娘。
谢师父。啊，善哉。玄州就这般让你念念不忘？父兄，你又在为玄州祈福？阿旭刚才是在同玄州哥哥说体己话。说了什么？同他说，阿旭一切都好，父兄也待我极好，是这世间顶顶好的君子。父兄，阿旭心中有疑惑，不知当不当问。但说无妨。若阿旭问的是关于乃是阿旭与玄州哥哥的事，父兄可会觉得阿旭唐突不会如实相告？许你问吧。父兄，你说玄州他会不会没有死啊？裴氏，你就这么爱他吗？你就这么爱他吗？大约就如父兄爱神佛那般。我不爱神佛，只是敬重。那阿旭对玄州哥哥，就如父兄对神佛的敬重。山高水长，有事不疑。我不会背叛神佛。阿旭亦不会背叛玄州哥哥，阿旭也不会背叛父兄。阿旭会永远敬重父兄。他句句在理，字字虔诚，可我为何？我在这佛门禁地编造虚情假意，若真有神明，恐怕早已天打雷劈了吧。车马已备，可以即刻回府。江侍卫，父兄呢？回二娘子，公子他先行回府。何事如此紧急？是京中府中急报说二公子他并未战死，已在归途。你说谁？龙玄州他回来了？是。二娘子这反应，怎不似夫妻重逢的喜悦啊？红药，快，即刻回京。是。果然提前，如玄州、白殊途，那就看这事究竟是谁的修罗场。老夫人，二少爷真的回来了。玄州，玄州，我的儿，你真的回来了。娘，大哥，玄州回来了。儿啊，娘就知道你不会死的。儿啊，夫君，夫君，真的是你？阿雪不是在做梦吧？妾身日日夜夜都在思念夫君。她是二弟明媒正娶的妻子，让我生还，何敢如此心喜？
玄州哥哥，童儿小心，慢些下车。为王人白事，拜见老夫人，拜见太傅大人。惊扰府上，还望海涵。你是娘亲，娘亲，娘亲，他是谁？这两个孩子又是谁？夫君，你与他人骨肉都这么大了。裴氏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！我离家不过1载有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孩子？我只是一时情急，一时情急便可辱他人清白。童儿大夫君是为救我而死的同袍，我容玄州堂堂顶天立地，岂能容你玷污英烈？给我跪下道歉！夫君，玄州哥哥，不要为了童儿与妹妹争执，童儿走便是。坏女人，不许欺负娘亲！我爹爹是英雄，不许你说娘亲坏话。裴氏，玄州刚历劫归来，你不思安抚，竟然口出恶言，成何体统？我只是担心我会变心。童儿与你这个无知的女人不同，她在边关救治伤兵，抵御瘟疫，以敌人周旋，就凭你也配质疑她的品质？现在立刻给童儿和孩子们道歉！荣玄州，他在灵前替你手抄经文，在佛前为你日夜祈福，尽孝，甚至他还用自己的嫁妆补贴用度，支撑荣府，为让荣家因你之死失了半分体面。原来我所做种种，他都知。这个被你轻蔑的女子，替你尽了人子之责，支撑了荣家门楣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大放厥词？你怎么会为了他如此训斥我？白小姐，这3000两银票足以让你携带质子，在京城安家。荣府不便留客，请自便。大哥，书童他们孤儿寡母，你怎能如此？这没有你智慧的余地。介雪，你何必？母亲，先前你苛待裴氏之事，似乎还欠他一个交代。玄州叔叔，诺诺头好痛。诺诺别怕，快来大夫！玄州大夫！装病示弱，博取怜惜。白叔，你的手段还是一如既往的幼稚。父兄，今日若不是你在，阿雪只怕是也不知道今夜夫君他会不会来我房中。回府。荣建雪，纵使你在抄上1000卷经文，可压得住这心头厌恶？诺诺，童儿，我这就去请大夫。不可，今日的情形你也看到了，如今我登门打扰，还占了裴妹妹的房间，童儿不愿再惹她不快了。他敢！这里是我们荣府，岂容他在这里放肆？可是诺诺他只是寻常的风寒，没有关系的。重要的是你的心意。你呀，尽会委屈自己。我现在就去找下人煎服药。那就有劳玄州哥哥了。我去了。诺诺，娘亲，我演的好不好？谁都不能阻止我向上爬，
裴妹妹，若要怨我，要怨就怨你的夫君是我能攀附到最好的人选，我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。姑娘，他们分明是演戏，二公子他眼瞎。用一间屋子换来10大体的名声，换来耳根清净，更能换来某人的怜惜和愧疚。这买卖不亏。您是说长公子？红瑶，你猜我那位最重规矩礼法的夫兄，若是得知自己的弟弟如此行径，会做什么？他上帝之气，即便今夜同宿，也是天经地义。可是他既然松了我，公子，公子，不好了！二公子和那朵白莲花竟逼二娘子上出主院。什么？更可气的是，二娘子不仅让了，还特意吩咐下人好生照顾那朵白莲花母子。裴景轩，他待你如此良母，你竟然爱他至此。长公子，老夫人吩咐今晚家宴，请您务必出席。不去。可属下刚才过来时，看见二娘子已经往老夫人院中去了。轻舟已过万重山。嘿，轩轩真棒。半日功夫，便将这荣府上下笼络至此，不愧是天命之女。裴妹妹来了，快请上座。我要和玄州叔叔坐在一起。轩轩，不许胡闹，这是裴婶婶的位置。哎，一个座位而已，你向来温婉，想必不会为难小孩吧？我若不受委屈，怎会惹人怜惜？哎，大哥，请坐。祝见雪叔叔仕途坦荡，平步青云。夫兄不饮酒，我带他。轩轩，行了行了，都吃吧啊！您多吃点，补补身子。轩轩，你快吃。谢谢你啊。夫兄，阿雪的虾怎么还没有剥好呀？松手！不送，阿雪想吃虾，阿雪想吃虾。滚！谢谢长公子。哎，大哥，你素来有洁癖，怎么喂猫？猫？何时养的猫啊？路边捡的，野性难驯。没事啊，既已失态，还不退下？难道要等人把你抬出去吗？长公子，求你了，帮帮阿雪！长公子，长公子，闭嘴！大哥，我到底哪里做错了？
晚些到东院书房。知道了。阿旭，才不是猫，阿旭不吃了。他总能理直气壮的生气撒娇，图肉心乱如麻，被受惊。明日谢驾，归于宫门外请罪。请罪？我重创敌国，何罪啊？欺君罔上，胆子不小啊！你和太子那点小心思，当真以为陛下不知？是，我听大哥的。你这手上倒是像哪个姑娘送你的定情信物，只是挂个貔貅，有些不伦不类的。大哥，你的口味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别致了？这红绳原本是送给父兄的拜师礼，那日父兄佛主因我而散，我便想着给你换条手绳。佛家四大皆空，太过冷清。这貔貅乃是神兽，唯愿父兄喜乐顺遂。我喜欢。我倒要看看究竟是何方神圣，能让大哥你这个精心寡欲的佛子动了凡心。与你无关。好，那我便不多问了。祝大哥早日抱得美人归。借你吉言。二婶婶饶命，都是诺诺不好，你别吓唬哥哥，诺诺给你磕头。要打要罚，冲我来，何必为难我妹妹？原来是演给别人看的。小小年纪，心思恶毒，我这就把你们发卖给人牙子，以绝后患。二婶婶，你嫉妒我娘亲，也不能欺负我们小孩吧？长公子，剑雪叔叔，对不起，我们真没有，是二婶婶她冤枉我们。胡说八道！受伤激愤和年幼委屈的他，荣剑雪不会信任。你该道歉的人不是我，你该向被你伤害的人道歉。还是你们认为向我哭诉便能颠倒黑白？二婶婶，是侄儿学艺不精，险些误伤，请您恕罪。学艺不精，可我刚刚看你那一剑，准头极强，若再往下偏半寸，此时我已是一具尸体。不是的，是诺诺生病，哥哥想要射箭逗我开心。既然学艺不精，那我教你。现在学会了？学会了，多谢剑雪叔叔教训。哥哥，害怕。好一个不问青红皂白，不论是非对错的偏袒，荣剑雪，你这份私心妙不可言。父兄，会不会觉得阿虚得理不饶人？既有理，为何要饶人？这世间，并非谁会哭，谁便有理。
坐下。脱。啊？你肩上的伤，自己能处理？百般算计，千番铺垫，就是为了此刻。荣建轩，今日我变样的认清，你心头供奉究竟是神佛还是我？这不是我便寻不着的素簪，是被长公子贴身收着了。长公子将它藏在你心口这般近的地方，是因为父兄的心跳这么快，难道是因为裴京旭，给我滚出来！是夫君，不能让他看见我在这，不能让他误。他携外室登堂入室，对你百般折辱，事到如今，你还在意他对你的看法？裴京旭，你就这么爱他，爱到连尊严都可以抛却？是，我爱他，他是我拜国天地的夫君，我不在意他，不维系这份名声，我还能在意谁？我还能依靠谁？那我呢？我为你破例出手，为你背逆母亲，为你一次次打破原则。在你心里，我荣建雪算什么？是你排遣寂寞的玩物，还是你对付府中豺狼的刀？父兄，你清醒一点，你放开我！我现在知道怕了。当初拽着我的衣袖求我，在温泉贴身接近，一次次示弱，将我拉入你的漩涡室，你怎么不躲？没有，我没有。回答我，我到底算什么？父兄，求你。父兄，好一个冠冕堂皇的父兄！那你告诉我，哪有弟媳会如你这般，对兄长步步紧逼，处处撩拨？我没有。没有？那你告诉我，为何我的心会被你搅得天翻地覆？为何见你为他落泪，我会嫉妒成狂？为何我现在只想让他在你的眼里、心里彻底消失？二公子止步，大公子正在处理要事。滚开！裴京旭，知道你在里面，给我滚出来！都一般，要么万劫不复，要么就劈出你所有真心。现在打开这扇门，让他看到你满面潮红，衣衫不整在怀中。裴京旭，想清楚，这后果你承受得起吗？那我便开门了。裴京旭，贱人，立刻向童儿和孩子们认错，否则我就立刻休了你。荣玄州，大哥，我是来找裴京旭的。她是你的媳妇，怎会在我的书房？打扰了。大哥，轩儿毕竟是个孩子，你下手未免也太重了吧？以牙还牙，有何不可？
可他毕竟是个孩子，是无心之失啊。好个无心之失，陆玄州，那就让你最敬重的兄长给你最致命的一刀。大哥，你可是身体不适啊？没事，被只不听话的野猫挠了一下。是那日你亲手剥虾相喂的那只？不准要！大哥，童儿性情温婉，单纯善良，是个顶顶好的女子。那裴氏呢？她不过是个后宅的无知妇人，岂能与童儿相提并论？你要纳白氏为妾？不，等她孝期一过，我便以平妻之礼迎娶，让她和裴京旭平起平坐。恶心！裴氏婚后无所出，犯下妻出，是童儿大度，不与他争抢正妻之位。况且，童儿生了一双好儿女，我愿视为己出。以后我打算将轩儿培养成我们荣家下一代家主。下一代家主？荣玄州，你莫非忘了，我才是荣家家主？是小弟失言了。玄州，若我有心仪之人，但却是他人之妻，当如何？大哥喜欢，那是他的福分，更是他丈夫的荣耀。他若聪明，定会拱手相让。记住你今日所言。大哥，你可曾见到裴氏啊？吻我。裴氏吗？我看到了。他到底在哪儿？我定要让他给童儿磕头认错。现在，吻我。命运在今生写下了伏笔，梦境般你不期相遇，你留下只在眼角标记，却忘记前世的约定，注定了结局还我的子，君谋。君谋，大哥，里面怎么有响声啊？你没事吧？裴氏吗？我记错了，没有见过他。那就多谢大哥。今夜去祠堂，跪足6个时辰。大哥，我哪里做错了？这么冷的天，7个时辰。是，大哥。荣建轩，你混蛋！荣玄州并不爱你，你心知肚明。我爱他就够了，只要我怀上他的嫡子，他一定会回心转意的。白书童不会给你机会，让荣玄州碰你。我自有办法。我给你一个选择，如果你想怀上荣家的血脉，巩固地位，利用我会是你手中最好的刀。我认，情爱才是最高明的陷阱。荣建勋，我很期待你为我将这荣府搅得天翻地覆。谁打的？谁？是二公子。姑娘，你冷静一点。身为人妻，夫君法贵，我怎能不去好好安慰他一番？裴京旭，你还有脸来？篡夺大哥去为难一个孩子，怎么能如此恶毒？恶毒！你的白姑娘
教唆至己，以见识伤我，他们就不饿了。我不过是请大哥主持公道，我何错之有？轩儿被吓得昏迷不醒，童儿悲痛欲绝。若你还想做我的妻，就立刻向他们磕头认错，否则怎样？休了你！对，滚出我们荣家！荣玄州，我裴金旭才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，白书童和那2个小畜生，休想名正言顺！毒妇！这一巴掌打你宠妾灭亲，枉为人夫；这一巴掌打你眼盲心瞎，善恶不分；这一巴掌打你欺凌弱小，伤我侍女红药。你竟敢打我！我打的就是你，荣玄州，是你宠妾灭妻在前，算计我在后，把我逼急了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我裴金旭光脚不怕穿鞋的，就是不知你荣府的100年清誉。不要了！玄州哥哥，剑雪哥哥，他怎么下这么重的手啊？不是大哥，是裴氏。裴妹妹，她竟如此的心狠手辣，果然往日里的温顺不是装的。是我打她侍女在先，所以她才一时激愤，理所当然。对不起，都是我和孩子的错，才连累了郎君。我这就去和裴妹妹道歉，绝对不会让你再因为我受一点委屈。童儿别怕，我接你们回来，就是让你们享福的，不是让你们受委屈的。裴金旭敢跟我抢男人，我就让你看清楚，谁才是妹妹的主角。儿媳，给彭母请安。裴氏，你好大的狗胆！欺凌质子在前，侮辱亲夫在后，擅妒师德，枉为人父。是他们！住嘴！还敢狡辩！1月之约已到，今日便是校验之时。若你校考不过，不但要把嫁妆悉数奉上，更要向书童母子3跪9叩，从此禁足偏院。伯母，儿媳天资愚钝，只怕老夫人息怒。也许是裴妹妹太爱玄州，才会屡屡出错。妹妹若是觉得不公，不如让书童陪你切磋1、2啊。还是书童识大体。裴氏，你可感应？伯母，若是儿媳侥幸赢了，就你这蠢妇，你还能赢？便是你赢了，那些嫁妆以及这荣府的掌家之权，你接得住？有输自然有赢。若是妹妹能赢，老夫人不仅履行当日的承诺，我白书童也当众向你下跪认错。那怎么行？若是玄州知道了……好了，就按书童所说，休要啰嗦。儿媳，听凭婆母安排。一炷香为限，开始吧。话本明主也不过如此。你既决定入局，那就彻底沦为我的垫脚石吧。一炷香为限，开始吧。
果然是烂泥扶不上墙，这就自暴自弃。时间到。老夫人，书童已核算完毕，书童无能，只找出了一处漏洞。能找出一处漏洞，实属不易，不错不错。裴氏，你呢？总账核算完毕，盈余325两7钱，错漏3处。其一，城南绸缎庄3月进货，虚报10两；其二，庄子修缮费用浮报5两；其三，有一处首饰支出20两。记账时间与白姑娘携质子归京时间不符，疑似虚报。住口！还不赶快校对！是，我看你编到何时？老夫人，二娘子她算的分毫不差。什么？儿媳侥幸赢了，请白姑娘兑现承诺，当众道歉。婆母许下的嫁妆和管家之权，何时？放肆！你这是什么态度？竟敢当众要挟婆母！白纸黑字，莫非婆母想要反悔？反悔？我看是你暗中做了什么手脚吧？哼，就你这蠢货，怎么可能有这等本事？来人，上剑法！老夫人息怒，一定是裴妹妹一时得意忘形，绝非有顶撞之意。哼，你个贱人！母亲这是当众行凶，杀人灭口。我亲手拽下樊城的佛子，还请为我荡平眼前这一切的污浊与不公。见雪，这贱人算计长辈，大逆不孝，今日便是打杀了他，不过清理门户而已。不孝？我只看到裴氏一再忍让，是母亲纵容二弟宠妾灭妻，纵容下人欺辱主子。柔见雪，我是你的母亲。白氏，那一笔不清不明的账，是你以子之名中饱私囊。父兄明鉴，书童万万不敢，定是账房记的。你还不配叫我父兄。父兄，是阿旭的错，阿旭不该赢下比赛，不该妄想嫁妆，更不该爱了别人的路。荣建雪，让我看看你这把刀究竟有多锋利。请母亲归还裴氏嫁妆，移居慈安堂静养。府中钟馗即日起交由裴氏执掌。大人不可，老夫人。这里何时轮到你说话？好啊，好一个大义灭亲的荣太傅，竟敢背逆人伦！母亲已经神志不清，胡言乱语，不宜再见外人。来人，将母亲移居慈安堂，没我的准许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你是个孽障，竟然为了这个贱人，竟敢罔顾人伦！放开我！你们这对狗男女！白氏，
还是你与裴氏的赌约既已落败，那便履行承诺，跪地道歉。裴妹妹，对不起。今日之事，若敢透露半字，即刻斩毙！滚！荣建雪，你果然是我手中最锋利的刀。父兄，今日若非是你，这账算的真是分毫不差，天衣无缝。都是父兄教导的好。教导不用算盘，一炷香的时间分毫不差。纵使我也难做到。裴金雪，你好，你很好。父兄我究竟骗了我多少？是你一次次楚楚可怜的求我帮你开始，还是更早？早到燃灯寺山道上，你奋不顾身的替我挡下了一剑开始。父兄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裴金雪，你没有心，你暗演，那便演到底。莫要被我发现。解开你心里所有尘封的回忆，当月升起，一如潮汐，如梦初醒。对不起，一贫不息，生死不渝。荣建雪，爱若流。对不起，我只是想活下去而已。童儿，你为什么哭了？是谁欺辱你们母子？今日我与裴妹妹比试算账，结果刚出，她仗着太傅大人逼我当众向她下跪认错。她竟敢如此！老夫人也不过是说了几句公道话而已，太傅大人便下令将她关进慈安堂。玄州哥哥，这该怎么办才好？不可能，大哥他向来敬重规则，岂会偏袒至此？或许是裴妹妹她……大哥行事必有缘由，或许裴氏她确实受了委屈。男人终究是靠不住，一个被他所惑，一个对他余情未了，那就休怪我无情。公子，或许二娘子她真的有什么苦衷呢？苦衷？有苦衷，便能肆意玩弄别人的感情。公子，之前看你教二娘子看账的时候，眉间是带着笑意的。该拿你怎么办？父亲，
亲竟然因为剑雪哥哥的一封手书，就将我禁足3个月，父亲莫不是老糊涂了吗？小姐，荣府的白姑娘求见，说是事关太傅大人。快请。是。剑雪哥哥怎么了？快说。太傅大人那般清风朗月之人，唯有您才配得上，如今却被裴氏那贱人所迷惑，书童实在为您感到不值啊！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剑雪哥哥已经被那狐妹子给迷了心窍，若那心窍让他永远消失呢？届时放眼京城，除了你，还有谁配站在太傅的身侧？你说的对，碍眼的人就该把他踢走。从月，又闹什么脾气啊？太子哥哥，大老远就听到你的动静了。这位是？这位是荣府的白书童姑娘，民女白书童见过太子殿下。没想到这荣府还有如此相貌翩翩的姑娘。太子哥哥，我刚想起来我还有些事情，不如就让白姑娘陪您去水榭尝尝府里的新茶。美人儿，可否赏光啊？太子竟是太子，荣宣州，你既三心二意，就休怪我另择高枝。殿下，那裴氏仗着有少妇大人的相护，不仅弃我孤儿寡母，就连老夫人也因他而禁足了。书童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你既是孤的人，那孤便为你做主。裴景轩，我有太子殿下撑腰，你拿什么和我争？荣见雪，孤很想知道，若将你在意之人困于掌中，你是否还能心有自持？今日吃了酥饼，保佑你平平安安。太子殿下驾到！果然还是攀上了沈前锋。今日看来是场鸿门宴。参见太子殿下。二婶婶，诺诺知错了，求您原谅。裴氏，孩子既已道歉，你身为长辈，还不快点原谅他？是啊，二娘子又何必跟一个稚童计较？童言无忌，荣二夫人，你就不要跟孩童计较了。道歉是礼数，原谅是情分，该不该原谅，何时原谅，是他的自由。好，我原谅你。那二婶婶能把酥饼赏给诺诺吗？拿去吧。走。诺诺喝水。说来近日京中流言四起，倒是比这酥饼更加腻人。竟说太傅大人与二娘子关系非比寻常，荒谬至极！
裴氏对我情深意重，京中谁人不知？更何况我大哥早已心有所属，他手上的红绳便可证明。这红绳却是我意中人所赠。怎么心虚了？这般粗鄙之物也配送人？怕是连我府里最低等的下人都不屑要。接雪哥哥心一志竟然是裴京旭，接雪哥哥心一志竟然是裴京旭。娘亲，诺诺难受。诺诺，你怎么了？诺诺，裴京旭，你好歹毒，居然对无辜稚子下毒手！裴氏，你若不喜诺诺，那便拒绝他的道歉，何至下此毒手？荣二夫人知若芊芊，她应该不会做出这种事。诺诺只吃了他给的酥饼，除了他还能是谁？难不成是我这个母亲吗？裴妹妹若恨我，冲着我来便是，何苦为难一个孩子呢？这毒不是我下的。毒杀稚子，还如此镇定，还请太子殿下拿下此毒妇。酥饼无毒，那诺诺为何会中毒啊？因为这毒在这杯水中，今日无论我给他吃什么，他都会中毒，我也就百口莫辩。你血口喷人，我岂会害我的亲生骨肉？既然如此，那你将这杯水饮尽。看吧，太傅大人敢吃这个有毒的酥饼，而你不敢喝自己手中的水，因为你自己很清楚，这杯水究竟是什么。说。是他，是沈从渊逼我的。他说只要除掉裴京旭，就能收服太子，使我入东宫。这毒也是他给我的。你胡说八道！分明是你勾引太子哥哥不成，想要自作主张来表东西。你这个骗子！童儿，你单纯善良，怎会毒害你的亲生女儿？还不是因为你优柔寡断、懦弱无情，根本给不了我想要的尊荣和未来。难道我就不能为了我自己另攀高枝吗？愚蠢至极，自寻死路！拖下去！太子哥哥，太子哥哥饶命啊！太子哥哥，走，太子殿下如此拙劣的算计，无非是想试探裴京旭与我的分量。我现在就明明白白告诉你，裴京旭与我重于性命。日后太子若再敢动他分毫，我不介意让东宫换一位主人。父兄刚才为何信我？惜你的聪明才智，要想除去谁，有千百种更干净利落、不着痕迹的法子。原来在父兄眼中，京旭竟是如此工于心计。我喜欢的是你的聪明，更是你的骄傲。他知我，以我，却仍愿意爱我，
荣建勋，你究竟是我的结束，还是我的救赎？京旭，你对我一片深情，我却，你原谅我好吗？二公子喝醉了，请回。我没醉，我从未如此清醒。你是我的妻子，便应该住在主院。你还爱我，对吗？恶心！你们女人就是喜欢口是心非。等今夜我们圆了房，你就不会再说气话了。放手！放手！放手！救我！放开他！大哥。大哥，谁准你动我的人？大哥，莫非你也喝醉了？兴许是我的女人，不是？这红绳是他亲手所系，不可能，定是你要维护他。京旭，你说这是你的吧？没错，这红绳乃是我亲手所系。大哥，你说这是你意中人送的，所以你的意中人是我的妻子啊！我倒要看看，究竟是何方神圣，能让大哥你这个清心寡欲的佛子动了凡心？与你无关。好，那我便不多问了。祝大哥早日抱得美人归。我们是拜过天地的夫妻，你是我最敬重的大哥，你们怎能如此无耻？你假死之后，他为你日夜祈福，受尽凌辱，可你却在千里之外软玉温香。若你能与他半分温情，我纵使不舍，也甘愿放手成全。可是你却纵容白书童和母亲对他百般欺凌，任由他如履薄冰。那我为何还要让？你根本不配为夫。可是哪个男人不是三妻四妾？我到底哪里罪无可恕了？你说的轻松，可他的苦痛，他的血泪，该向谁倾诉？荣玄州，你一句知错，就希望他感恩戴德，凭什么？京旭，对不起，只要你肯原谅我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荣玄州，迟了。你若要弥补，那就与他和离。我一生换你，一生换你，失去换你，深爱若你回头便是深渊，若你不回我便独自走到雪京旭，对不起。大哥，我和你。京旭，这是我欠你的，我会自请便行，永不再悔。愿你与大哥白头偕老，有生以后。荣建轩，你逼他签下和离书，到底意欲何为？我要娶你。你疯了！兄夺弟妻，把秋冒着天下之大不韪。你可知，你我的名字并列在一张婚书上，必将千夫所指，为世所不容。那又如何？我
何时在意过他人的目光？你说，裴景雪心悦君谋，不说。你是为人，熙然一看，我修的情，你却是神。世人之间，我步步为营，说，却不知每一步都踩在深渊。裴景雪，心悦君谋。说，裴景雪，生生世世忠于君谋。裴景雪，生生世世忠于君谋。公子，老夫人突发急症，大夫说她快不行了。等我。什么佛子？分明是个不守清规的狂徒。谁？裴景雪，别来无恙了，走。终究还是逃不过这个结局。裴景雪，你该死！我现在所受的所有屈辱都是被你所赐。是你自己不知廉耻，用身体勾引狱卒，与我何干？我才是这个花本世界里的主角，我才是天命所归，所有人都该敬我、爱我，为我铺路。男人只不过是我手中的玩物而已，都是你毁了这一切。凭什么你一句天命，别人就要做你的垫脚石？这个世界没有谁是注定的主角，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人生的执笔人。你现在的处境与我无关，都是因为你自己的卑劣和贪婪。闭嘴！如果这个世界不按我的意愿转，那我们也一起毁灭。你想干什么？如玄州那个蠢货，真以为当年那场瘟疫是我妙手回春吗？那场瘟疫是你所为。现在狱卒应当已把疫毒投进了河中的水井，你简直无耻至极！你等的事永远不会发生。不可能！公子早已戒备，命我暗中监视。早知你贼心不死，那狱卒早已被我诛杀。办事束手就擒。我不信！既然我得不到，那便一起死！君妈，明明我才是主角。我一剑魂你念，一生为证，渡你心乱。若情世界佛意难断，那便让我坠入你这一劫。为何要为我挡这一劫？我步步算计，满心利用，怎配你以命相负我？熙然一看，我笑得轻，你却是神。世人之间，我步步为营，却不知每一步都踩在深。不懂什么花本，
也不知何为天命。若这世界真的有命数，那我的命数就是越过所有既定之规，只要一个黑金血。真是好日子呀！新郎新娘来了，天作之合，多百年好合，真是太完配了，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郎才女貌，一对璧人啊，天作之合啊！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恭贺新婚啊！恭喜！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，恭喜恭喜！男女珠联璧合。一拜天地，拜起，二拜高堂，婚礼情归，若真心重要无路可退，那便让我替你夫妻对拜，万劫不悔。拜，若有来生，不必好般配呀！百年好合，百年好合，步入凤凰。可这一生，偏偏相逢，百年好结同心，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若有来世，不必相认，不必恋我，不必动心，和这一生偏偏相逢。你在佛前，我在红墙，我一生换你一生，换你逝去，换你沉沦。若你回头，便是深渊；若你不回，我便独自走到血尽灯焚。所念之人已在眼前。原以为是我步步为营，诱佛入红尘，却不知是佛自有，若不出苦海，与我心生。我便独自走到血尽灯焚。清醒，不要。若有来生，不必相认，不必恋我，不必动心，可这一生偏偏相逢。你在佛前，我在红尘，我一生换你一生，换你逝去，换你沉沦。若你回头，便是深渊；若你不回，我便独自走到血尽灯焚。